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。周围朋友劝我，男人三心二意，很正常。可是，如果他的出轨对象是个怀胎5月的孕妇，肚子里怀的还是别人的孩子呢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从来没想过电视剧里狗血桥段会在我自己身上发生。我叫程之，28岁，小学语文老师。由于家教森严，我从外表到气质都天然散发着一股好嫁风，平时走路上都会被老太太搭讪，说要给我介绍对象，结婚市场的高价选手。4年前，我跟我老公通过父母介绍认识，他叫吴凯泽，是搞 IT 的。吴凯泽长相中等，性格沉稳，无任何不良嗜好。虽然他们一家是外地人，但他们早就移了户口，且他的父母都是典型高材生，家庭教育极度良好。我们认识6个月后结婚，看着我们俩都是对方最优选择，这4年婚姻也从未出现争吵。说实话，吴凯泽对我很不错，不论是生日还是纪念日，他都记得很清楚。逢年过节我都能收到吴凯泽的礼物。虽然他看起来是个一窍不通的直男，但在搞浪漫这块，他并不愚目。原来端倪从这里就能看出，我后知后觉地想，吴凯泽，他太懂细节。发现吴凯泽出轨纯属意外，毕竟我从来没想过，这样一个老实本分、深受长辈喜爱的吴凯泽会背叛我，背叛我们这段婚姻。那天我生病请假在家，吃不下饭，毫无胃口。吴凯泽趁午休特意从公司赶回来给我做饭，闻着厨房飘来的香味，当时我还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现在想想，真是可笑。吴凯泽做好饭就走了，走前他还像模像样的抱抱我，让我有事联系他。我说好。一边吃吴凯泽给我做的饭，我一边回忆我们的甜蜜过往。回忆到一半，我打开了家里的电脑，想看看我们的结婚照。这时下方 QQ 突然闪了几下，是吴凯泽的 QQ 消息。毕业以后我就没用过 QQ， 只有吴凯泽还在用。我记得我经常笑他快30的人了，还用小孩用的软件。他总会耐心地说，是公司让用的 ，QQ 处理文件更方便。我不知道 QQ 是不是处理文件更方便，它闪动的那几下自动弹出一个绘画窗口，是吴凯泽设置的。一开始我是打算直接退出的，我从不怀疑吴凯泽对我的忠诚，所以婚后也没有查老公手机、查老公行程等各种行为。我认为信任是婚姻的基础，何况吴凯泽给过我太多安全感。但现在，我盯着屏幕自动跳出来的那个对话框，石化了。一个网名叫狐狸的女人给我老公发了个玫瑰花的表情，下句话是：泽，好想你。这2天我总感觉肚子里的宝宝在踢我，我想他应该也很想你吧。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们？我老公出差了。我全身汗毛立起，太过劲爆，导致我一时间竟然有些看不懂这个网名叫狐狸的女人在说什么。吴凯泽出轨了，出轨对象还是孕妇，他们俩一直背着我偷情。我将鼠标滑到聊天界面，开始往上翻。他们俩是在一个老乡群认识的，一开始并不熟，只是因为来自同一个老家，所以偶尔会聊2句。这个狐狸最开始是跟吴凯泽吐槽嫁到大城市生活有多不习惯，吐槽她的公婆有多恶毒怪异，吐槽南水北调不适应等等。吴凯泽最开始也是很正常的在安慰他，关系节点大概是从狐狸吐槽嫁妆开始的。狐狸问吴凯泽：
你老婆嫁妆是不是很少？狐狸说，如果换做他们老家，女方的嫁妆肯定不会这么抠门。我以为吴凯泽会反驳他，没想到吴凯泽竟然赞同了狐狸的话，且小心眼地说，诚知他们家嫁个闺女赚翻了，没办法，谁叫咱是外地人呢？我当场气得差点昏厥。我从没想到吴凯泽是这样斤斤计较的人。不说别的，当年我跟吴凯泽结婚，新房装修家电都是我们家掏的钱，折合人民币将近20W。另外，我爸还给我们买了辆新车，以及附赠一张10W 银行卡。你吴凯泽出了多少？就一套毛坯房加钻戒，你凭什么装可怜说我们家赚翻了？我忍住怒火，继续翻聊天记录。两人从嫁妆话题后，关系直线上升。很多时候，他们都处于一个控诉、一个劝慰的位置。我从来没想到，老实的吴凯泽竟然隐藏了对我这么多的不满。他好像胖了，昨天抱他腰上都是肉。果然，女人结了婚就会放纵自己。我做个饭，他连搭手都不会，就会假惺惺说洗碗。洗碗能跟做饭相比吗？昨天和他约会花了550，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能吃，跟猪一样。他说他同事找了个富二代，什么意思？嫌我穷？当年眼巴巴求我娶的人又不是他了，他真虚荣。我不敢再往后看了，我感到心如刀割。这4年他人眼里和睦幸福的生活原来都是假象，轻轻一戳就破了。我一想到过往我和吴凯泽恩爱的画面，就心痛的窒息。原来他心里想的我是这样的，会不会每一次我们相拥时，他都在心里骂我肥胖恶心呢？我点进狐狸的 QQ 空间，看见了他的自拍照。我本以为狐狸是个漂亮性感的女人，至少这样才能解释为何吴凯泽对她执迷不悟，但眼前出现的是一张极为普通平凡的脸。平凡到如果有一天吴凯泽当着我的面和他说话，我都不会怀疑吴凯泽有二心。如果不是看到这些聊天记录，我摇摇头，感慨这4年我过得真是稀里糊涂，被男人骗得团团转，还觉得自己是城堡里的公主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注意到狐狸的一条动态，是他3个月前发的一张怀孕报告单。他圈了吴凯泽问，如果我跟我老公离婚了，你会要我吗？吴凯泽说，我会养你跟孩子，我期待这一天很久了。我的眼泪就是在这时掉下来的。3个月前是我流产的时间，当时我躺在病床上，吴凯泽一直照顾我。他说，没关系，孩子没了，我们再要就是。死去的是他自己的孩子，可他竟然在期待另一个跟自己毫无血缘的孩子。我闭上眼睛，吴凯泽，你照顾我的那几天，又在手机另一端对狐狸说了多少深情又浪漫的话呢？思前想后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好姐妹周静潇。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，关系好到说是亲姐妹也不为过，何况她是律师，我现在急切需要有人帮我分析现状。周静潇得知这件事的第一反应就是大骂吴凯泽，并对我说，离婚，赶紧跟这个狗日的畜生离婚。我当然会跟吴凯泽离婚，但就这么离婚，太便宜他了。周静潇在电话那端破口大骂，骂完了才说，当初我就叫你去做婚前财产公证，对内他可以约束你们双方，对外也好对抗第三人。你不信，现在好了吧？周静潇当年确实喊我这样做过，但那时我后悔地咬牙，那时我太信任吴凯泽了。别说他们整个家演出来的画面都非常完美无缺。我父母常说，一个孩子是什么样，就要看他们家庭关系。
所以别说我，连我父母都被骗了。没做婚前公证就麻烦了。芝芝，你自己算算，你跟吴凯泽结婚投了多少钱？车子、装修、银行卡，再不提婚礼出的钱和这几年花销。别说我们现在要求他吴凯泽净身出户，到时官司打起来，我们能把自己投的钱捞回本都难。周静潇看我沉默，继续问我：“你能弄到他明显出轨的证据吗？”我问周静潇：“聊天记录算吗？”要看是怎样的聊天记录。周静潇说：“这样，你把关键信息都截图发给我，我等会工作忙完帮你看。”我安心地拍拍胸脯，总算有一种不是自己孤军奋战的感觉。还好我的好姐妹是律师。挂掉电话，我迅速开始搜集重要的聊天记录。再看，都无疑是对我的2次打击。我想不明白吴凯泽为什么要出轨，他在我面前表现得实在太完美了，是因为缺少沟通吗？我想起吴凯泽抱怨我的话，慢慢陷入了自我责怪。是不是我不够好呢？不，我不能这样想。我内心痛苦地挣扎着，做错事的是吴凯泽，背叛婚姻的是吴凯泽，我凭什么要自我责怪？我没有错，我现在需要做的是打起精神，搜集吴凯泽出轨的证据，我绝不能轻易放过他。就在我搜集证据时，我突然注意到一段怪异的话。也是3个月前，狐狸问吴凯泽：“益母草你买了吗？”吴凯泽说：“买了，但我每次剂量用的很少，怕被发现。”“没事，这是中药，你就说给他补身体嘛。”“我就是这么说的，每天晚上我都放了一点给他喝。”我说补身体，他居然真信了，好蠢！我皱起眉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3个月前，我每天睡前都会喝吴凯泽递给我的药，他说这对我身体好，到时生宝宝我不会受太多苦。那时我从不怀疑他，他给我什么我都接受。每天晚上我都幸福地觉得我嫁给了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他这么关心我，为我操心，我好幸福。但现在，我的手机停在百度页面。益母草会导致流产吗？会的，益母草促进子宫收缩，过量服用会导致流产。我感到毛骨悚然。4年，一直待在我身边爱我、照顾我的人，竟然时时刻刻都在想怎么置我于死地。我把聊天记录发给周静潇，接着将狐狸的消息标为未读，以免吴凯泽发现。之前翻阅的过程中，我不断看见吴凯泽是如何关心狐狸肚子里的宝宝。他每天都会问宝宝状况如何，告知狐狸孕妇饮食等各种注意事项。我看得浑身发抖，眼泪止不住往下掉。我好想现在就冲到吴凯泽面前，扇他巴掌，质问他为什么要害我们的孩子，为什么这么关心别人肚子里的孩子？你是变态吗？吴凯泽，你是变态吗？我忍住了，我清楚地知道，越是这时候，我越需要忍住自己的情绪，不能坏了这盘棋。周静潇也知道了孩子的事，我们俩在电话里骂了吴凯泽近半小时，发泄完后，我们双方冷静下来，做出对策。周静潇以失恋为由，要求我去他家住一段时间，这样可以避免我见到吴凯泽控制不住情绪露馅，也方便我跟周静潇思考对策。我6点下班，下班就过来接你。周静潇说，你千万记住，等会吴凯泽下班回家，你一定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千万不要自乱阵脚。我一边擦眼泪，一边答应周静潇。还好我有做老师的经验，毕竟面对那么多学生家长，我早已学会如何快速收敛情绪，圆滑的处事。吴凯泽到家比周静潇快，
他公司就在我们家旁边，走2步就回来了。开门的刹那，我感到我的心在无限下坠，一声又一声，伴随吴凯泽的脚步。老婆，身体还好吗？短短1下午的时间，再见吴凯泽，我早已没有早上那种幸福洋溢的感觉。现在看见他虚伪的笑脸，我只觉得无限恐怖吗？仿佛他下一秒就会张开血盆大口吃了我。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地回答他：还好，中午吃了你做的饭好多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吴凯泽把外套挂在衣架上，我这一下午上班上的提心吊胆，生怕你哪里不舒服，晚上想吃什么，我给你做。如果换做以前，我一定会天真的开始报菜名，但现在我满脑子都是吴凯泽的抱怨、算计。他说我懒，说我不会帮忙，说洗碗并没有做饭累，说我每天好吃懒做，太多伤害我的词汇了。我扯扯嘴角，勉强笑道：没事了，我今天跟周静潇出去吃。吴凯泽走向厨房的脚步顿住，他问我：周静潇？我说他失恋了，最近不开心，需要人陪，我可能要去他家住几天。哦，是吗？吴凯泽没什么表情的点点头，末了又说：那我送你过去吧。没事啦。我客气地朝吴凯泽招手，在这时我忽然意识到，什么时候我跟吴凯泽也这般生疏客气了？好像并不是夫妻，而是关系不熟的陌生人。周静潇说下班来接我，害怕吴凯泽注意到我脸上的怪异神情，我低下了头。吴凯泽笑笑，敛起袖口坐到我旁边。你去他家住几天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要一段日子吧。看见吴凯泽靠近，我就生理不适，我用指甲掐进手心，强忍没让自己挪开。我不能让吴凯泽发现我不对劲。那你不在，我好可怜哦。吴凯泽开始装了，老婆，我一个人在家，想你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在心里冷笑，找你的狐狸去啊！你吴凯泽怎么可能想我？你最不缺人陪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我松了口气，周静潇来得正好，刚刚差一点，我就要暴露自己的情绪了。吴凯泽起身开门，我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行李我已经提前准备好。不好意思啊，姐夫，要借你老婆用2天了。周静潇不愧是律师，装模作样一套套的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会照顾好橙汁的。虽然我是失恋人士，但我们橙汁节我一定不敢怠慢。你这样说，我就放心了。吴凯泽看向我，他这2天生病，身体不好，还劳你操心。小问题。周静潇3步2步走到我身边，接过我的行李箱，拉着我往外走。姐夫，有什么事你电话我，先走了。等等。吴凯泽叫住我们，他指指客厅的笔记本，漫不经心地看向我。老婆，你今天玩电脑了？一般来说，我的娱乐项目都在手机，很少玩电脑。自然家里那台电脑归属权一直在吴凯泽头上，现在他突然这么问我，我跟周静潇都捏紧了双方的手。吴凯泽发现了吗？不可能啊，我清除了所有痕迹，这么短时间吴凯泽怎么会发现？还是周静潇先反应过来，他笑着打趣：哎呦，没想到芝芝你今天真去电脑上看跟姐夫的结婚证回忆青春了呀。一肉麻肉麻。我看着倚靠在门口观察我们的吴凯泽，迅速接话道：今天在家实在无聊，翻相册的时候想起电脑上的照片更全，所以就……话说到这，我露出腼腆的神色。吴凯泽听完哈哈笑了2声，他看向我说：我说怎么回来电脑还是热的？原来是老婆你偷偷看我们结婚照了。要是喜欢，
改天咱们再去拍一套。我假装期待的点点头。懂啦，姐夫。周静霄圆场道，等我聊完失恋的伤，立马把芝芝还给你。别说结婚照，我们仨拍一家3口的照片都行。吴凯泽笑笑，直起身子，少嘴贫了。跟吴凯泽东扯西扯了几句，我跟周静霄进了电梯。电梯门关上以后，吴凯泽的笑脸终于消失，我长长的松了口气。周静霄在旁边说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以前没发现，刚刚我突然觉得吴凯泽这男人真不一般。”确实，我点头表示赞同。电脑发热这么小一个环节都能被他注意到，可以说他的心思比女孩子还细。你发我的截图我都看了，顺便拷贝在 U 盘里了。周静霄说：“老实说，光靠聊天记录锤他出轨不一定能锤实，到时官司打起来也非常麻烦。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？”我看着一点点下坠的电梯楼层，心如死水。我觉得离婚太便宜他。这是当然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净身出户。我还有个想法。我平静地说：“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在我们这儿混不下去。”周静霄挑起眉。电梯门正好在这时打开了。但是我老师，很多事情我不能做太大，不然会影响到我自己。我说，我需要理一理思路。好。周静霄把手搭在我的肩上，你想做什么，我一定陪你。放心，我永远支持你。在周静霄家里这段时间，我一直没停止搜集证据。我调查到，狐狸的老公叫梁博华，是做贸易的，自己有家小公司。他早年出差到狐狸的城市，两人通过酒局认识，往后便一直异地恋，直到狐狸不远万里嫁过来。梁博华除了工作忙，挑不出其他毛病。狐狸嫁过来以后，一直游手好闲，待在家当全职太太。按理说，狐狸也没有什么可出轨的理由，可他偏偏就跟吴凯泽搞一块了。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人，偏就隐秘地联系到了一起。芝芝，这事你说要不要告诉伯父伯母？周静霄指我爸妈。不，这事你知我知，千万不可打草惊蛇。这2天我请假待在周静霄家，已经把自己的思路理清楚。我问周静霄，出轨需要哪些证据才能锤实？除去聊天记录，就是照片和视频了。周静霄说，对了，还有金钱往来。一个计划慢慢在我脑中成型。我又问周静霄，要求对方净身出户有什么办法吗？老实说，法律里并没有净身出户这个概念。周静霄跟我科普，我们搜集证据，只是为了打官司时自己能多瓜分财产。芝芝，你如果想让吴凯泽净身出户，只有一个办法。我问周静霄，什么办法？让他自愿放弃财产，跟你签订协议。周静霄说，我觉得吴凯泽应该不会同意。我冷笑一声，那就想办法让他同意。我让周静霄提前准备好了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。周静霄虽然不解，但还是帮我做了。协议做好后，我笃定我不在家这几天，吴凯泽一定会偷偷跟狐狸约会。如果不是看了聊天记录，我都不知道人能无下限到这样。怀着身孕，还要冒死与吴凯泽开房，这个狐狸真是无耻到一定境界了。我从聊天记录分析出，吴凯泽与狐狸的约会场所并不固定，包括他们每次会去哪家酒店都是随机的。即使这样，我也从他们去过的多家酒店发现出一条规律：吴凯泽不会去一晚超过300的酒店，抠门还得是他。不过我也庆幸，还好吴凯泽抠门，才让我锁定了方向。
我划分出这两人常约会的几个区，又划分出几个区里不超过300的酒店，锁定了11家，可以说仔细的堪比警察破案。这期间，我并没有因为吴凯泽的事耽误工作，我只休息了3天就重回学校上课，并且一直跟吴凯泽保持联系，以防他怀疑。偶尔我会回家，装作拿衣服，实际偷看吴凯泽的电脑，他的 QQ 一直是自动登录，这就说明他并没有察觉到。我从一开始的震惊、悲愤，到现在我恢复理智、冷静，我只用了3天。我知道，这个时候我千万不能倒下或情绪化，我一定要稳住，一步步来，就算不是为了我，也是为了曾经我肚子里的孩子。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等来了吴凯泽和狐狸去酒店开房。那天我照常装作回家拿衣服，吴凯泽在厨房忙碌的时候，我飞速查看了他的聊天记录。昨晚狐狸发来消息，他说：泽，今晚老地方不见不散。回到周静潇家，我开始重新查看之前拷贝出的聊天记录。老地方，也就是说今晚他们会去之前去过的一家酒店。按狐狸的尿性，一定有哪家酒店的照片，毕竟他太喜欢给吴凯泽发照片了。果然，我的目光停在了1个月前一张照片上，是狐狸和吴凯泽的合照，背景是某家酒店的墙壁和床。虽然只有1个边角，但也够了。我打开大众点评，在锁定的11家酒店里查看商家图片，找到了。我内心大喜，叫来周静潇，我们可以行动了。按照计划，周静潇买通了酒店前台，只要吴凯泽和狐狸一到，前台就会通知我们。周静潇负责报警，告吴凯泽嫖娼，而我只需要演一个无辜的女人就可以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从来没有哪一刻这般紧张激动。我努力压制我的情绪，时针指向9点半的时候，周静潇的电话响了。前台在电话里小声说：你说的人，他们来了。哪间房？周静潇问。1123。周静潇先去了酒店，他故意打扮妖娆，装出是晚上出来约会的样子。他去酒店拍了吴凯泽和狐狸进房间的视频，发给我，我点了保存。然后我给周静潇打电话，告诉他可以报警了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我换上家居服。5分钟后，周静潇说警察出动了。我披上外套，前去捉奸现场。我清楚地知道，光是搜集到吴凯泽出轨证据对他造成的伤害不够。他这个人一向最好面，父母又是高知，如果吴凯泽因为嫖娼流荡案在警局，那对他和他的家庭是毁灭性打击。到了酒店，我大老远就看见了警车，出动的人数不少，不知道周静潇是怎么在电话里天花乱坠描述的。一想到等下吴凯泽惊恐的脸，我就笑出了声。我平复自己的笑容，挤出一张无辜可怜的脸，然后奔向酒店。周静潇一看见我，就向警察说道：警察叔叔，这就是吴凯泽的老婆。哎呦，可怜我们芝芝了，一直蒙在鼓里，还不知道自己老公是这种人。警车叔叔，我们芝芝可乖了，正经人民教师。警察本来还严肃的神情，在投向我时多了一丝怜悯，我的演技也瞬间爆发，开始一颗颗掉眼泪。走吧，上楼。带头的警察对后面的人说。我们浩浩荡荡一帮队伍上楼，到1123门口，并没有立马进去。警察先是礼貌地敲了敲门，得来吴凯泽不满的回应：妈的谁呀？查房。警察说。狐狸的声音响起，娇滴滴的：老公别理他们，
我们继续我们的，我简直五雷轰顶。老公这个词他是怎么叫得出口的？听狐狸这么说，里面果然没了声。警察继续敲门，一边敲一边说：“接到举报，照例查访。你们再不开门，我们可就自己进去了呀。”里面还是没声音。警察转头拿来前台的房卡，一插，门开了。以下场景我简直找不出词语形容，劲爆的让我的眼泪都停止了。5月身孕，我没想过肚子已这般大。他们光裸着身体，与我们大眼瞪小眼。还是吴凯泽先反应过来，他边穿衣服边大叫着：“芝芝，你听我解释，你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吴凯泽被2个警察制裁住。一边的狐狸也缩进被窝，开始穿衣服。周静潇站出来说：“吴凯泽，你真是好样的，你居然敢嫖娼，还嫖孕妇！要不是我今天跟我男朋友出来偶遇你，我都不知道你是这样恶心的人。嫖娼？什么嫖娼？”吴凯泽这时也懒得管我了，他着急地向警察解释：“警察，我没有嫖娼啊，冤枉啊！”警察说：“那你解释一下，这是什么情况？”吴凯泽看向狐狸，语塞了。我就知道他会语塞，任谁都难以启齿吧。我出轨了，还出轨了一个有妇之夫，还是孕妇，就算说出来，也没人会信。吴凯泽把锅推到狐狸身上：“你解释2句呀！”狐狸已经穿好衣服，同样的也被警察制裁住。他委屈地哭起来：“我什么也没做。”我捏紧拳头，想到狐狸在聊天记录里问吴凯泽：“益母草你买了吗？”那样恶毒，那样心狠手辣，现在都是你们的报应。吴凯泽和狐狸被带回警局接受调查。我和周静潇身为报警者和当事人的老婆，自然一同前往。在警局，狐狸终于明白在这里装可怜没用，他停止了流泪，大声解释：“我不是妓女，我有老公。”一开始警察没信，后来狐狸报出了梁博华的名字，并告诉警察：“我可以给我老公打电话，让他过来解释，我们有结婚证的。”警察也跟一开始的我一样，震惊、不信。虽然难以消化这狗血戏码，但他们让狐狸报了梁博华的电话，并联系梁博华。梁博华没一会就到了。我以为梁博华一定会维护狐狸，据理力争。原本我都想好了与梁博华交涉的台词，没想到他到警局的第1句话竟然是：“你个臭婆娘，你居然还敢出轨！”我跟周静潇同时愣了，什么叫还敢？警察及时控住了现场，才让梁博华没有冲过去扇狐狸巴掌。从他们互骂的对话里，我明白了梁博华为什么说还敢，这简直是另一个更劲爆的消息。狐狸肚子里的孩子并不是梁博华的，是他老家一个男人的。那会他已经跟梁博华交往，却守不住寂寞，出轨了老家一个男人。后来狐狸用这个孩子欺骗梁博华，跟梁博华结婚。一开始梁博华也蒙在鼓里，是后来医生提到狐狸的孕期，梁博华对应过往的时间，才渐渐发觉不对劲。当然，这个也是梁博华的猜疑，他一开始以为是自己太忙，记错了日期，直到在某个午夜，无意间翻到了狐狸的聊天记录，他还在跟老家那个男人来往，自然话题避不开孩子。梁博华当场五雷轰顶，要跟狐狸离婚。那会狐狸已经开始显孕了，他跪下求梁博华不要抛弃他，又是磕头又是扇巴掌的，搞得鸡犬不宁。闹到后面狐狸做事要跳楼，梁博华才暂时服了软。就是那以后，梁博华
对狐狸的态度180度转弯，他慢慢很少回家，也不过问狐狸的事。所以狐狸花大量时间泡在网络，认识了一个又一个男人。吴凯泽只是其中一人。而吴凯泽呢？我猜了很多他不肯跟我离婚的原因，直到他今天在警局跟我坦白：“你是很好的结婚对象。”吴凯泽说：“我爸妈也很喜欢你。”不需要他再往下说，我明白了，是因为我正好合适，我合适的衬托出了吴凯泽的优秀、忠诚、老实，我合适的立住了吴凯泽的人设。那你们为什么要害我的孩子？我已经把孩子跟吴凯泽割裂开了，他这样的男人不配是我孩子的父亲。我平静地看着吴凯泽，再看向狐狸：“你们俩为什么要害我的孩子？因为是你的呀。”狐狸率先给出了答案：“我就是看不得同为孕妇，你比我幸福，不行吗？”贱人！连置身事外的梁伯华都替我气愤地骂出了声。我以为我在听到答案时会崩溃，会撒泼，没想到我竟然还能这样平静。我转头问吴凯泽：“那你呢？”吴凯泽没有回答，他将头低下，深深埋进了臂弯里。在警察审问的时间里，我联系了吴凯泽的父母。我什么也没说，就把吴凯泽和狐狸出轨的照片发了过去，并附带现在警局的定位。吴凯泽父母没有回复。警察问梁伯华：“带结婚证了吗？”梁伯华轻轻一笑，转变了刚刚的措辞：“警察，我不认识这位小姐。”狐狸气得快跳起来：“梁伯华，你说什么？我们俩可是正儿八经的夫妻，你想害我坐牢是不是？”警察警告道：“小姐，如果你再大喊大叫，我们就要拘留你了。”狐狸没声了，他怨恨地瞪着梁百华，又瞪向我。警察问我：“你是吴凯泽的妻子是吧？”我点了点头。考虑你第一时间来到案发现场，我们现在不向你索要结婚证，但我们会联系吴凯泽所属亲人和就职单位确认你与他的关系。这正是我要的。闹得人尽皆知，让吴凯泽找不到退路，我才好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与他谈判。到时他吴凯泽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原本还算安静的吴凯泽，一听警察说要联系亲人和单位，果不其然闹起来了。警察，这真是我老婆，求你们别联系我家里人和我公司，要是你们不信，橙汁他可以回去拿结婚证。我一口气差点没吸上来。你吴凯泽既然这么要面子，当初出轨怎么没想到后果呢？周静香骂道：“吴凯泽，你疯了吧？这时候了你还指挥人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”橙汁愿意跟警察承认你跟他的关系都不错了。说到这里，周静潇拉起我的手：“走，橙汁，咱们别管他了，让他坐牢去吧。”正在这时，吴凯泽的父母到了。我暗笑，不需要警察通知，我早就替你吴凯泽安排好了。跟预想的一样，叫骂、道歉。吴凯泽父母这样做的目的，说白了还是为了吴凯泽，为了让我原谅他。但是怎么可能呢？从他背叛我的第一秒，他就应该想到自己必须承受所有的后果。警察，请问我们立责这件事会通知他单位吗？此前吴凯泽父母已经跟警察费了不少口舌，视情况而定。警察说，现在我们合理怀疑与吴凯泽私通的女性卖淫，两人属嫖娼关系。可是她老公不是在这儿吗？吴凯泽的妈妈叫起来。警察摇头道，这位男士并不承认是她老公，我们还需要花时间向多方确认。吴凯泽愣了，他妈也愣了。就在这时，我拉了拉吴凯泽妈妈的衣角。
这是我的最后一个计划。我把吴凯泽的妈妈叫出来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跟他谈。有些东西我觉得你需要好好看看。我将搜集到的所有证据依次递给他妈妈，先是出轨，再是谋害我的孩子。他妈妈的神色越来越差，我的心情却越来越好。今天警局一闹，不管是否通知吴凯泽的公司，他都会留有案底。我说，而且我这边掌握的信息更为严峻，谋害自己的亲生骨肉，这是什么？犯罪？阿姨，你也不想你的儿子身败名裂吧？吴凯泽妈妈倒吸一口冷气，她直视我，你想做什么？净身出户。我拿出周静霄早就为我拟好的离婚协议，只要吴凯泽在这上面签字，我们就一笔勾销。关于吴凯泽做的脏事，我也不会曝光。反之，我拉长了声音。吴凯泽的妈妈在抖。我听见他问我，橙汁，咱们毕竟当了4年的家人，你至于这么狠心吗？我笑起来，我狠心。阿姨，出轨的是他吴凯泽，谋害孩子的也是他吴凯泽。你说我狠心？吴凯泽妈妈没有说话了。好久，她才接过我手里的离婚协议。我找吴凯泽商量一下，他是成年人了，我没法替他做决定。好的，我爽快地答应，正好签字也需要吴凯泽本人签才行呢。闹了一晚上，每个人都筋疲力尽。吴凯泽和狐狸的事，警察调查清楚了，教育了他们很久才放了出来。而吴凯泽，他最后还是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了。他恶狠狠地等着我，橙汁，你答应好的，只要我签了字，你不会闹到我公司去。当然，我说。另一边，狐狸和梁伯华是怎样处理的，我不清楚，只隐约从周静霄打探的情报得知，梁伯华正在准备与狐狸的离婚协议。看来他并不好过。吴凯泽签好字后，我就拿着协议跟周静霄回家了。周静霄一路夸我做事快准狠，我笑笑，没说什么。第二天，我以匿名身份将吴凯泽所有烂事发到了他们公司邮件。明媚的阳光下，我解气地笑了。人在被逼到绝境时会怎样？会丧失思考能力。昨晚，吴凯泽就是这样。他并没有仔细阅读离婚协议，自然掉进了周静霄准备好的字眼陷阱。那一条，我吴凯泽因自身出轨不忠婚姻的原因，我自愿净身出户，往后我与橙汁互不干涉，互不打扰彼此生活。当时吴凯泽问我最后一句什么意思，我误导他就是不会曝光他所干的脏事，可惜这都是我在口头答应不曝光的，协议可没明确指出。庆幸吴凯泽并不懂法，我才好以牙还牙。现在是法律时代，遵纪守法，每个良民该做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